中国买了苏35战机后，印尼和埃及为什么陆续退货？苏35为何从香饽饽沦落为退货王？中方当初采购苏35是不是有些仓促？Hello， 各位老铁，大家好，欢迎收看本期迷彩虎，我是虎妞。俄罗斯即将交付伊朗空军苏35战机，伊朗空军正式成为继中国后第二个采购苏35战机的国家。俄罗斯的苏35出口之路可谓是一波三折，尤其是相比于同属侧卫家族的苏27、苏30战机，前者已经出口10多个国家，但苏35的出口只能说是差强人意。迄今为止只有2个海外客户，还曾遭遇印尼、埃及多国退货。因此有网友认为，作为俄罗斯最强的4代半战机，中国空军引进苏35战机后，这款战机的表现似乎并不符合预期。因为在模拟空战中，苏35甚至落败于解放军的歼10C 战机，在俄乌战场甚至还被乌军击落。那么这款战机既然表现这么不堪，我们有什么理由把它当宝呢？实际上，苏35还是一款性能较为不错的4代半战机。苏35相比苏27、苏30系战机，采用了碳纤维复合材料和铝锂合金机身，更大的方形尾翼，安装了雪豹无源相控阵雷达和先进航电系统升级，包含数位线传飞控等。苏35完全达到了4代半多用途重型战机的标准。苏35在战场上被击落也不是什么了不得的事情，毕竟苏35再强也不是隐身机，在俄乌冲突这样的高强度战场，苏35出现战场损失并不意外。在这种体系作战中，你就是把苏35换成美制的 F15 也是同样的结果。言归正传，中国作为其第一个客户，向俄罗斯采购了24架，但我们当时采购苏35的原因并不是因为这款战机有俄罗斯宣称的多么先进，因为当时中国已经有隐形机和歼16这样的重型新锐战斗机了，而且性能不比俄国货差。我们真正引进苏35的原因就是希望对俄军先进战机有一个系统性的认知，尤其是对于这款战机采用的先进技术进行分析，了解俄罗斯在先进战机上的发展水平。比如说，通过苏35的雪豹无源相控阵雷达，可以研究俄罗斯的机载雷达水平；通过分析研究苏35上动力强大 AL41F 发动机，也能促进中国国产航发的发展，并且为其提供有效的参考经验。所以说，引进苏35对我国航空工业的发展毫无疑问是十分有利的。当然，也有网友表示，若是为了要研究苏35，我们可以只买1架，没必要买这么多。不得不说，这个观点有点幼稚了。你要买1架，谁都知道你要干啥了，人家也不傻。当初俄方就明确表示，中国要买苏35战机，采购数量至少48架起步，并且不打算让步。要不是后面中国试飞了更先进的歼11D 和歼16的不断入役，刺激了俄方根本不会最后让步，说是将中国采购苏35的最低数量标准从48架降到24架。在采购苏35后，我们就对这款战机有一个非常清楚的认知了。无论是从技术方面还是从作战能力方面而言，发现确实不如中国的歼11BG、歼16、歼10C 等新锐战机。所以后面俄方希望我方继续采购苏35的时候，就被我方拒绝了。前面说了，苏35算是一款较为优秀的4代机，无论是多用途作战能力还是飞机的机动性，代表了俄制常规重型战机的最高水平，在国际市场上有不小的出口前景。当然，和中国的歼16、美国的 F15EX 相比，在航电性能、雷达性能相比还是有一定的差距。在空战能力上，苏35要差不少，毕竟中美的4代半重型机代表了世界常规重型战机的最高水平。除了中国，此前埃及和印尼也有采购苏35的意向。俄罗斯驻印度尼西亚大使柳德米拉·沃罗比耶娃此前就表示，印度尼西亚将从俄罗斯购买11架苏35，结果因为美国极力阻挠和威胁，最后不得不退掉苏35，改为采购美制 F15E 战斗轰炸机。
埃及也是一样，当时也是和俄罗斯签订了24架订单，俄方已经生产了10多架，最后还是因为美国的威胁和阻挠，导致埃及退货，改为采购美国的 F-15战机。所以说苏35在国际市场上受挫，基本上不是因为飞机本身的性能问题，还是因为政治因素影响了飞机的出口。